我，苏念，21岁，御宴会所最不起眼的女服务员。总裁接待法国外宾时，菜单翻译把焗蜗牛写成蜗牛唾液，全场死寂。我端着红酒走过去，用一句纯正法语救场，外宾当场笑了。总裁看着我，眼神骤然放光。继妹苏婉儿气到发抖，苏念，你敢抢我的风头，我让你活不过今晚。我勾唇一笑，试试看，看谁先死。那晚之后，陆廷琛强势闯入我的世界，我才知道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年。第1章，那一夜，我用一句法语撕开命运。包厢里的冷气开得很足，我的后背却全是汗。你们准备的菜单是对法国料理的侮辱。皮埃尔先生把菜单轻轻往桌上一放，声音不大，却像一把冰锥扎进每个人的耳朵。整个金色包厢瞬间死寂。我站在雕花屏风旁，双手托着醒酒器，指尖微微发凉。香槟色的灯光从水晶吊灯上倾泻下来，照在长桌两侧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佬脸上，照在主位陆廷琛冷峻的眉骨上，也照在投影屏前那个穿着香奈儿套裙、脸白的像纸的女人身上。苏婉儿，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她此刻攥着激光笔，嘴唇哆嗦，像被人当众扒了衣服。这不可能，我找的是留法10年的专业翻译。他说什么？说这是法国宫廷菜。皮埃尔先生冷笑，把菜单举起来，指着上面那行黑体字 Escargot de Bourgogne， 你们居然翻译成 Burgundy Snail Saliva， 勃艮第蜗牛唾液，请问我们法国人是吃蜗牛口水的吗？旁边几个法国代表已经憋不住，肩膀微微发抖，眼里全是难以置信。主位上，陆廷琛没有说话，他只是抬起右手，骨节分明的手指在红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，咚，很轻。可整个包厢的气温像瞬间跌了10度。苏婉儿的腿开始打颤，我知道他完了。今晚这场饭局是陆氏集团为了和法国 M 集团谈高端酒店合作而设的商务晚宴。M 集团是欧洲顶奢酒店品牌，市值1000亿，陆廷琛亲自坐镇，足以说明这个项目有多重要。苏婉儿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挤掉了原本的翻译，成了今晚的随行翻译。她为了在陆廷琛面前露脸，特意找人翻译了这份菜单，结果那人收了他5万块，给了他一份鸡饭垃圾。我站在角落，心里又爽又痛快。苏婉儿，你也有今天。可痛快只持续了不到2秒。皮埃尔先生已经站起身，语气克制却冰冷。Monsieur Lou， 如果贵公司连一份像样的法文菜单都准备不了，我很难相信你们能对接我们欧洲区的品牌合作。他身边的女助理也跟着摇头，开始收拾笔记本。这是要走了。我心一沉，如果这单生意黄了，陆廷琛丢了面子不说，我们整个会所的员工这个月的奖金全泡汤。经理王姐脾气暴躁，出了事第一个拿我开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看向苏婉儿，她正用一种求救又怨毒的眼神扫向包厢角落，最终落在我身上。她不会放过我的，她从来不会。3年前，就是她和他妈林秀珍用一场精心设计的盗窃戏码，让我被我爸赶出苏家，带着一个破行李箱和8000块钱，滚出那栋我住了18年的别墅。这3年，我在餐厅刷过盘子，在便利店值过夜班，在会所端过无数瓶红酒。我学会了看人脸色，
学会了把眼泪咽进肚子里，也学会了隐藏自己。我本可以继续藏下去，可今晚如果我不站出来，所有人都会死得很难看，包括我自己。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我放下醒酒器，从屏风旁走了出来。Excusez-moi, Monsieur Pierre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块丝绸滑进了僵硬的空气里。所有人转头看我。我穿着会所统一的黑色马甲、白衬衫、黑色短裙，头发盘成低髻，脸上只涂了一层薄薄的粉。和这间金碧辉煌的包厢相比，我朴素得像个误入宫殿的灰姑娘。但我没有停。我走到长桌旁，朝皮埃尔先生微微欠身，用极其标准的法语说道：抱歉打扰您，菜单上的翻译确实不妥，如果您允许，我可以用法语为您介绍菜品，免得这些错误影响您用餐。全场寂静，就连苏婉儿都忘了哭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像见了鬼。皮埃尔先生愣了一下，转头看我，蓝灰色的眼睛里浮起明显的惊讶。你会说法语？我微微一笑，不卑不亢。是的，先生，还有英语、德语和一点西班牙语。皮埃尔先生的眼睛亮了。小姐，你的法语无可挑剔，几乎没有口音。谢谢，您过奖了。我一边说，一边伸手示意他坐下。皮埃尔先生看了看陆廷琛，又看了看我，最终笑着坐了回去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道灼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下意识抬了抬眼，对上了陆廷琛的眼睛。他就坐在主位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右手搁在桌上，手指停在半空。他的眼神很深，像夜晚的海，表面平静，底下却暗流涌动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我没有读唇，但我莫名觉得他好像说了2个字。终于，我心头一跳，移开了视线。然后我拿起菜单，开始用法语重新介绍菜品。我们的主厨曾在里昂学习，这道酒焖公鸡是按勃艮第传统做法做的，用的也是当地红酒，我强烈推荐您试试。皮埃尔先生听得频频点头，最后哈哈大笑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推荐。他扭头对陆廷琛说：陆先生，你这里藏龙卧虎，这位年轻女士救了你的晚宴。陆廷琛嘴角轻轻一勾，用英文回答，他确实出人意料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像大提琴最下面那根弦，震得我耳膜发麻。我脸上发烫，连忙低下头。苏婉儿站在一旁，脸已经扭曲的不像样，她死死盯着我，眼里像淬了毒。我知道，我的麻烦从这一刻正式开始了。果然，外宾刚去洗手间，苏婉儿就踩着那双恨天高冲到我面前。苏念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在餐馆刷盘子吗？谁让你出来的？你抢我的风头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他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我端着托盘，抬头看他。苏婉儿还是那么漂亮，一头绿色大波浪，五官精致，全身名牌，连耳钉都闪着细碎的光。可此刻，她表情狰狞的像要撕了我。苏婉儿，我在这里工作，刚才如果不是我，陆总已经把你丢出去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被苏家赶出去的野种，也配跟我说话？他抬手就要朝我脸上扇过来。我后退一步，
避开了，请你自重。自重？呵，你等着，我让你在这行混不下去。他转身就要去找经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：苏小姐。苏婉儿僵住了。我抬头看见陆廷琛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他靠在门边，黑色西装敞开着，白色衬衫解开了最上面一颗扣子，他整个人懒懒地倚在那里，却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探究，还有一丝极淡的笑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问。我还没开口，苏婉儿抢先一步：陆总，他就是个服务员，不懂规矩，刚才故意捣乱，我马上让经理开除他。陆廷琛连眼皮都没掀一下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他很高，我得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，他逆着光，五官被阴影切割得更加深邃。我在问你，他说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心跳漏了一拍。苏念，苏念。他重复了一遍，像是在品味这个名字。你的法语很好，谁教的？自学的。他挑了挑眉，自学。那你的语言天赋很强。苏婉儿急了，陆总，他就是在装，他高中都没毕业，怎么可能自学法语？说不定是提前背好的。陆廷琛终于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凉薄：苏婉儿，你翻译错菜单，还要开除替你救场的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苏婉儿的脸色刷地白了。明天你不用来公司了，陆廷琛说。苏婉儿浑身一抖：陆总，我是苏家的大小姐，你不能。苏家。陆廷琛笑了，那笑容很淡，却让人头皮发麻。苏家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另外，你确定自己是苏家大小姐？他这句话让苏婉儿眼神慌乱了一瞬。我心脏一紧，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陆廷琛没再理他，而是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黑色烫金名片，递到我面前。明天来陆氏集团，我需要一个能帮我处理欧洲事务的人。我看着那张名片，没有接。我只是个服务员。所以呢？他反问。我陆廷琛看人，从来不看身份。苏婉儿尖声叫起来：陆总，他不能去。她是我季姐，她没安好心。陆廷琛嘴角一勾：哦，季姐，那正好，我还怕他不来。他微微俯身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苏念，你今天救了我的场，我会记住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手里还端着托盘，心脏狂跳。苏婉儿恶狠狠地瞪着我：苏念，你敢去陆氏，我就把你当年那些丑事全抖出来。我冷静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：苏婉儿，你抖一个试试，看看最后是谁身败名裂。他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硬气。我转身离开包厢，背对着他时，手却在发抖。我知道这场仗从今晚开始正式打响了。第二章，我本来想继续藏下去。回到更衣室，我靠在冰凉的铁皮柜子上，闭了闭眼，心还在狂跳。我叫苏念，今年21岁，表面上是御宴会所最普通的女服务员，每天端茶倒水，被人呼来喝去。但实际上，我会5国语言，钢琴10级，拿过法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国际法文演讲比赛冠军。我亲妈陈雅芝曾经是外交部高级翻译，精通法、英、德3语，她在我8岁那年去世。
我妈死后不到1年，我爸苏建国就把林秀珍娶进了门。林秀珍带着一个女儿，就是苏婉儿，只比我小半岁。可笑吧？说明我爸婚内就出轨了。我从小就知道苏婉儿不是善茬，她撕我的书，砸我的琴，在爸爸面前装可怜，说是我欺负她。她会在我的牛奶里放盐，在我的舞鞋里藏图钉，在我的作业本上乱涂乱画。我向爸爸告状，他永远只说一句：念念，你是姐姐，让着妹妹点。后来他连这句话都懒得说了。3年前，林秀珍伪造了我偷窃家里古董的证据，逼我爸把我赶出家门。我走的那天，只带了一个行李箱，里面有几件旧衣服，妈妈留下的法语词典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卡里有我打比赛攒的8000块钱。我一边打工一边考语言证书，好不容易在御宴会所稳定下来，因为这里包吃包住，小费多，还能接触到上流社会的人。我没想到今晚会在这里遇到苏婉儿，更没想到会遇到陆廷琛。陆廷琛，陆氏集团总裁，27岁，A 市最年轻的首富，福布斯富豪榜前30。传闻他冷酷无情，不近女色，商界人称活阎王。今晚之前，我只在财经杂志封面上见过他。可刚才他看我的眼神让我心慌，不是害怕，是那种被人一眼看穿，无处可逃的感觉。我换下工作服，准备回宿舍。经理王姐突然推门进来：苏念，你今晚干了什么好事？苏小姐说你抢了她的翻译工作，还勾引陆总。你知不知道苏小姐是我们会所的 VIP？ 王姐嗓门很大，声音在更衣室里嗡嗡回荡。我皱了皱眉：王姐，我没有勾引谁，外宾对菜单不满，我上去用法语解释了几句，陆总才没有再单，苏婉儿翻译错了菜单，他还恶人先告状。王姐冷笑：你一个服务员会什么法语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天天在宿舍看那些外国电影，是不是背了几句台词就想装？我告诉你，苏小姐要求开除你，你明天别来了。我心里一沉，苏婉儿动作真快，但我没有哭，也没有求，我只是看着她，平静地说：王姐，你不能只听她一面之词，包厢里有监控，你可以去调，是苏婉儿自己翻译出错，我上去救场，陆总还给了我名片。我把那张黑色名片拿出来，王姐看到上面的陆廷琛3个字，瞳孔猛地一缩。这真是陆总给你的？你可以打上面的电话核实。王姐犹豫了，她虽然势利，但不傻，如果我真的攀上陆总，她得罪不起。哼，你最好别骗我，我去调监控，要是发现你撒谎，立马滚蛋。他走了，我吐出一口气，靠着柜子慢慢滑坐在地上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苏念，我是陆廷琛，明天上午10点，陆氏集团前台报我的名字，别迟到。我盯着屏幕，心跳又乱了。他怎么有我的号码？我回了一条：我不一定去。他秒回：你会来，因为你需要离开那个地方。苏婉儿已经让人停了你今晚的小费，还要全行业封杀你。苏念，你只有我能帮你。我攥紧手机，眼眶发热。我确实需要离开，我需要一个机会去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回：好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说：我不会靠关系，
我要靠实力，让我从基层做起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隔了几秒，他回：有意思，我答应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还是那个8岁的小女孩，站在妈妈的化妆台前，看她涂正红色的口红。念念，你要记住，女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嫁得好，而是活得漂亮。妈妈的声音很温柔。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要轻易掉眼泪，因为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我哭着问她：妈妈，你要去哪里？她没有回答，只是摸了摸我的头。然后她的脸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变成了一串冰冷的法文句子，写在泛黄的纸上。我从梦中醒来，枕头湿了一片。妈妈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学会了不轻易掉眼泪。可今晚我差点没忍住。第3章初入陆氏，全公司都在骂我。第2天，我去了陆氏集团。陆氏大厦坐落在 A 市寸土寸金的金融街，整栋大楼像一柄利剑，刺破天穹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晨光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我穿了自己唯一一套像样的衣服，白衬衫、黑西裤，一双洗得发白但很干净的小皮鞋，头发扎成马尾，素面朝天。前台小姐听说我找陆廷琛，上下打量了我几秒，眼神轻蔑。有预约吗？陆总让我直接报他的名字。他嗤笑一声，每天想见陆总的女人多了，都说陆总让来的，你这种我见多了。我没生气，只是从包里拿出那张名片，轻轻放在台面上。这是陆总的名片，你可以不让我上去，但我劝你别赌。前台小姐接过一看，脸色刷地变了。对不起，我马上联系总裁办。不到5分钟，一个穿着浅灰色职业装的女人从电梯里走出来，她看起来30出头，干练又温和。苏小姐，您好，我是陆总的秘书方雅，陆总在办公室等您。我点点头，谢谢。跟着方雅进了专用电梯，楼层数字不断跳动。方雅不动声色地打量我，苏小姐，陆总今天推了2个会议，专门等您。我有些意外，专门等我。方雅笑了笑，没再多说。电梯到达顶楼，门打开，整层楼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陆廷琛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一整面落地窗俯瞰着整座城市。我走进去，他坐在巨大的黑色办公桌后，穿着深蓝色衬衫，袖口挽到小臂，露出一截结实紧致的手臂。他正在签文件，听到我的脚步声，抬了抬头。坐。我走到他对面坐下。你昨晚的法语让我重新考虑了一件事。他放下笔，身子往后一靠，目光落在我脸上。陆氏要和法国 M 集团合作一个高端酒店项目，我需要一个既懂法语又懂餐饮和礼仪的人，担任项目助理，你来做。我皱了皱眉，我只是服务员，没有学历，没有经验。你的法语就是最好的学历，他说。另外，我看过你的资料。苏念，21岁，母亲陈雅芝，曾经是外交部高级翻译，精通法、英、德3语。你从小受他熏陶，拿过法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演讲比赛冠军。3年前，你被继母赶出家门，从此在餐饮行业打工。我猛地抬头，你调查我？他毫不掩饰，对，我用人，必须查清楚。
我咬着下唇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我是被苏家赶出来的，苏婉儿现在恨不得我死。他轻笑一声，苏婉儿还不值得我放在眼里。不过，你既然要逆袭，我就给你一个平台。干得好，我帮你拿回苏家；干得不好，你自己走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你为什么帮我？他眼神幽深，因为昨晚你挺身而出时，眼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我喜欢有野心的人。我低下头，没说话。其实我有点怕他，他太强了，像猎豹，随时能把人吃的骨头都不剩。但我别无选择。好，我做，但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说。我的身份暂时保密，我不想让苏婉儿知道我在陆氏。可以。就这样，我成了陆氏集团项目组的一名临时助理，主要对接法国 M 集团。方雅给我安排了工位，就在总裁办隔壁的小隔间。这引起了全公司的八卦。听说了吗？总裁带了个年轻女人进公司，安排在身边。什么来头？看着挺土的。说是服务员出身，会法语，估计是靠脸上位。呵，这种女人爬不了几天。我端着水杯站在茶水间门口，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。我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苏婉儿当天下午就得到了消息，她冲到陆氏来闹。陆廷琛，你居然让苏念进公司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一个低贱的服务员，凭什么？我正在茶水间门口，正好听到他在总裁办公室里撒泼。陆廷琛冷声说：苏婉儿，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伪造翻译证书、偷换菜单的事发给你父亲。苏婉儿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为什么不知道？你找的那个翻译是我故意让人介绍给你的，那份菜单也是我让人提前调包的。我端着水杯的手猛地一抖。什么？苏婉儿尖叫，是你害我！陆廷琛，你为什么害我？陆廷琛冷笑，因为我早就知道苏念在御宴会所，我需要一个机会，看他会不会站出来，只是我没想到，他比我想象中更优秀。我手里的水杯差点掉在地上。原来，昨晚的菜单出错，是陆廷琛设计的。他为了是我，他早就知道我是谁。我推门进去，直直地看着他，你早就认识我。陆廷琛看到我，眼神闪过一丝意外，随即笑了。苏念，你比我想象中更聪明。苏婉儿在一旁疯了，你们这对狗男女。陆廷琛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设计我。陆廷琛眼神一冷，注意你的措辞。苏婉儿，你和你妈做的那些事，我手上有完整的证据，如果你想让苏家明天就破产，尽管继续闹。苏婉儿脸色惨白，瘫坐在地上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如鼓。这个男人太可怕了，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的？第4章，他的目的。苏婉儿被保安拖了出去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陆廷琛。阳光从他身后的落地窗涌进来，在他肩上镀了一层金边，他站在那里，像一尊神祇，冷峻又遥远。我看着他，声音发紧，你设局让我暴露，现在又让我进公司，陆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走到我面前，离我很近，我几乎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雪松香气。苏念，你妈陈雅芝是我爸生前最好的朋友，他去世前给我爸写了一封信，托他照顾你，
我爸没来得及处理就去世了，我最近才找到那封信。我愣住了，我妈认识陆家。信呢？我声音发颤。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泛黄的信封，递给我。我颤抖着打开信，是妈妈的字迹，熟悉的娟秀的小字。老陆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女儿念念虽然年纪小，但很聪明，尤其有语言天赋，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。苏建国不是个可靠的男人，林秀珍母女心术不正，我怕念念受委屈。如果有一天她遇到困难，求你帮帮她，拜托了。雅芝，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妈妈，原来你早就预料到我的处境。陆廷深递给我一张纸巾，别哭，你妈和我爸是故交，我帮你也算完成我爸的遗愿。我擦了擦眼泪，那你也不该设计苏婉儿，让我在那种场合出头，万一我没站出来呢？他笑，你一定会站出来，因为你是陈雅芝的女儿，骨子里有她的骄傲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那苏婉儿呢？你打算怎么对付她？她和你继母霸占了你妈的遗产，包括一笔信托基金和2套房产，我会帮你拿回来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眼神暗了暗，苏念，别把我想得太善良，我帮你也有我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M 集团的项目需要一个精通法语、懂欧洲礼仪的人。你妈是 M 集团总裁夫人的老同学，如果你能利用这层关系帮我拿下合作，我可以给你苏氏集团10%的股份作为报酬。我冷笑，所以你还是在利用我。他皱眉，互相利用而已，你也可以借我夺回属于你的东西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不是你的棋子。如果我发现你骗我，我会立刻离开。成交。从那天起，我正式在陆氏工作。每天早上，我会提前1小时到办公室，熟悉项目资料。陆廷深是个工作狂，但对我还算照顾。他开始教我商业谈判、合同条款，甚至一些管理知识。我们在办公室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有时候加班到深夜，他会让秘书买来宵夜，两人一边吃一边讨论方案。公司里的流言蜚语更多了，说我是陆总的情人。我无所谓，但苏婉儿不会善罢甘休。1周后 ，M 集团的代表团正式来访。这次陆廷深没有让苏婉儿靠近，而是让我担任随行翻译。然而就在签约仪式的前一天，出事了。第5章，燕窝有毒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公司加班整理签约文件，苏婉儿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壶。她笑得很假，姐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今天是来赔礼道歉的。我警惕地看着她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她走进来，把保温壶放在桌上，打开盖子，一股甜腻的香气飘了出来。这是我妈炖的燕窝，专门给你送来的。你最近工作辛苦，补补身体。燕窝的香味很浓，很诱人。我笑了笑，苏婉儿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？我记得你以前连杯水都没给我倒过。她脸色僵了一下，人总会变的，我知道错了，姐姐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看，这是我妈亲手炖的，你就尝一口。她把碗推到我面前，我低头看着那碗燕窝，心里冷笑。苏婉儿，你当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你欺负的傻女孩？
我接过碗，假装要喝，突然手一滑，啪，碗掉在地上，燕窝洒了一地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苏婉儿脸色变了，你……我蹲下身，用纸巾擦着地板，一边擦一边说，苏婉儿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去世后，你和你妈给我下过3次药。第1次让我在期末考时拉肚子，第2次让我在演讲比赛前失声，第3次差点让我毁容。我要是还喝你送来的东西，我就是猪。苏婉儿的脸色变得惨白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。我站起来，直视他，你今天来不是道歉，是想让我签下那份有问题的合同吧？那份合同里 M 集团的利润分成被修改了，对吧？他瞳孔猛地一缩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的好闺蜜方雅的妹妹在打印合同的时候多印了一份，我看到了。苏婉儿慌了，苏念，你别胡说，合同是陆总亲自过目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你有没有动过？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已经把证据交给法务了。他尖叫，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笑了笑，苏婉儿，你和你妈偷了我妈留给我的信托基金，伪造证据把我赶出苏家，现在还想破坏陆氏的合作，你觉得陆廷琛会放过你吗？苏婉儿浑身发抖，突然从包里掏出一把美工刀，朝我扑过来。苏念，你去死！我早有防备，侧身躲开，反手抓住他的手腕一拧，他吃痛，美工刀掉在地上，发出叮的一声。我踢开刀，冷冷看着他，苏婉儿，你谋杀未遂，这次证据确凿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，陆廷琛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2个保安。他的目光落在地上的刀上，脸色瞬间阴沉。苏婉儿，你活腻了。苏婉儿吓傻了，陆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逼我的。陆廷琛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拉起我，把我护在身后。调监控，报警。他吩咐保安。苏婉儿被拖了出去，哭喊着，苏念，你不得好死。我站在陆廷琛身后，手还在抖。他转过身，握住我的手，受伤了？我摇头，没有，但我很怕。他轻轻把我搂进怀里，别怕，以后没人能伤到你。他的怀抱很温暖，带着雪松的香气，我靠在他胸口，眼泪掉了下来。这是我3年来第1次觉得安心。第6章签约宴打脸。第2天 ，M 集团签约仪式如期举行。苏婉儿被拘留了，合同也被法务连夜修正。我穿着陆廷琛让方雅准备的白色套装，站在他身边，负责全程翻译。M 集团总裁夫人安妮女士见到我，惊讶地握住我的手，你是雅芝的女儿，像，太像了。我礼貌地用法语回答，安妮夫人，很高兴见到您，妈妈生前常提起您。她红了眼眶，好孩子，你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受苦了。签约过程很顺利，我在谈判桌上流利地切换法语、英语，连专业术语都翻译得精准无误，让皮埃尔先生不停地夸我，陆总，你的翻译太出色了，他一个人顶一个团队。陆廷琛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，他一直很优秀。签约结束后，酒会上很多商界大佬都来跟陆廷琛攀谈，我也被好几个法国高管搭讪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巴黎工作。陆廷琛端着香槟走过来，不动声色地挡在我面前。抱歉，
他不跳槽，那人识趣地走了。我小声说，我又没说要去。他低头看我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这时，一个不速之客来了。苏建国，我爸带着林秀珍走了进来。他们显然是冲着我来的。林秀珍一看到我，就装出慈母的样子，念念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妈妈好想你啊。周围人纷纷看过来。我冷笑，林秀珍，你好像忘了，3年前你已经把我赶出家门了，我不是你女儿。林秀珍脸色一僵，眼泪说来就来，念念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当年是你自己离家出走的，我和你爸爸找了你3年，担心了3年。苏建国也板着脸，苏念，你跑到这里来胡闹什么？赶紧跟我回家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。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。丢人现眼，爸，你觉得我丢人？那苏婉儿昨晚持刀行凶，差点杀了我，你怎么不去管他？苏建国脸色大变，你胡说什么？婉儿那么乖，怎么可能拿刀？一定是你逼的。林秀珍也帮腔，就是你这个扫把星，从小就会撒谎，今天你必须跟我们回去，别在这里祸害别人。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。我攥紧拳头，正要反驳，陆廷琛走到我身边，冷冷开口，苏先生，苏太太，你们在我陆氏的酒会上欺负我的人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苏建国看到陆廷琛，气势矮了半截，陆总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家事？陆廷琛挑眉，苏念现在是我陆氏的员工，也是我的项目助理，你们3年前伪造证据，侵占他母亲的遗产，还非法剥夺他的继承权，我已经让律师整理证据，今天你们不来，我也会去找你们。林秀珍的脸刷地白了，你胡说，我们什么时候侵占遗产了？那是雅芝自己留给苏家的。错，陈雅芝女士的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，她名下的信托基金、房产、存款全部由苏念继承。你们伪造了遗嘱，还找人做了假证，需要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把证据放出来吗？苏建国腿一软，陆总，你怎么有？我为什么有？因为陈雅芝女士是我父亲的故友，她生前把遗嘱副本交给了我父亲保管。我愣住了。我妈的遗嘱在陆家。陆廷琛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扔在苏建国面前。这里面是遗嘱原件、公证文件，还有林秀珍找人造假的银行流水。你们是自己去自首，还是我报警？林秀珍尖叫一声，瘫坐在地上。苏建国面如死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现场一片哗然。我站在陆廷琛身边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属于我们的东西终于要拿回来了。第7章逆袭与甜蜜。酒会结束后，陆廷琛带我回了他的公寓。他说，苏念，你现在是陆氏员工，不能住在会所宿舍，我有一套空置的公寓，你先住那里。我摇头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他笑，你已经欠我了，再多欠一点也没关系。我看着他，认真的说，陆廷琛，谢谢你。等我把遗产拿回来，我会还你房租。他挑眉，好，我等你。我搬进了那套公寓。公寓离公司很近，装修温馨，他说是他以前自己住的，后来搬到别处了。但我发现他的生活用品还在，
衣柜里甚至有几件我的尺寸的新衣服。你怎么知道我尺寸？他面不改色，目测。我脸一红。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暧昧。他会每天送我回家，会在下雨天把伞倾向我，会在深夜给我发睡了吗？公司里的人开始叫我陆总的人，我没有否认，但也没有承认。直到1个月后，苏婉儿被保释出来，但她不知悔改，在网上发帖污蔑我勾引陆廷琛，还说我是小三。帖子被疯转，评论区一片骂声。陆廷琛知道后，直接让公司法务发了律师函。紧接着，他做了一件让全公司沸腾的事。他在一次公开的集团会议上，拉着我的手，站在台上宣布：苏念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我最欣赏的人，以后谁再敢造她的谣，就是和我陆廷琛作对。台下一片寂静，随后爆发出掌声。我站在他身边，脸红的能滴血。会议结束后，我问他：你这是在表白吗？他低笑：不然呢？苏念，我等了很久了。等什么？等你爱上我。我看着他，心跳如鼓。陆廷琛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他想了想，3年前，我爸去世后，我整理他的遗物，看到了你妈的信，然后我让人查了你的情况。那时候你在餐厅打工，晚上在路灯下看法语书，你抬头的那一刻，眼睛很亮，我就想，这个女孩以后一定会发光。我眼泪掉下来，所以你昨晚设计苏婉儿是为了让我走到你面前。他点头，但你自己走出来了，比我想的还勇敢。我扑进他怀里，陆廷琛，你这个心机鬼。他紧紧抱住我，苏念，以后换我保护你。第8章身份揭晓与终极打脸。又过了1周，苏家的丑闻爆发了。林秀珍被查出伪造遗嘱、非法转移资产，甚至涉及一起多年前的车祸。我妈的死可能不是意外。警方介入调查，苏建国为了自保，主动交出了林秀珍的犯罪证据。林秀珍被捕，苏婉儿因为共犯，也被再次收押。苏建国被董事会赶下台，苏氏集团急需新的继承人。按照遗嘱，我继承了妈妈留下的所有遗产，包括苏氏集团30%的股份，这是妈妈当年以家族名义入股的。另外，苏建国因为婚内出轨、转移财产，被法院判决净身出户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苏氏集团最大的股东。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，现在一个个跑来巴结我。我坐在苏氏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里，感觉像做梦。陆廷琛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束白色桔梗，那是我妈妈最喜欢的花。恭喜你，苏董事长。我笑了笑，还不是多亏了你。他把花递给我，苏念，你现在可以真正做你自己了，不用再躲在任何人身后。我接过花，看着他，陆廷琛，我现在有钱有势了，是不是可以包养你了？他失笑，苏小姐想包养我，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价？我眨眼，那算了。他走过来，把我圈在椅子里，不行，你已经说了，我允许你包养，不过我要收点利息。说完，他低头吻了我。他的吻温柔又霸道，像他的人一样，不容拒绝。我闭上眼，回应他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半年后，我和陆廷琛订婚了。
订婚宴在陆氏旗下的7星级酒店举行，来了半个商业圈的人。我穿着高定礼服，挽着陆廷琛的手，在鲜花和掌声中走入会场。苏建国没脸来，林秀珍和苏婉儿在监狱里。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曾经嘲笑过我、欺负过我的人，心里平静如水。陆廷琛在我耳边说：“苏念，你终于赢了。”我笑了，是我们赢了。他握住我的手，举起来。今天我要感谢苏念，感谢他在那天晚上用一句法语救了我的场，也走进了我的心里。全场大笑。我看着他，眼眶湿润。我和陆廷琛订婚后的第1个周末，天气好得不像话。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，把整间公寓染成蜂蜜色。我缩在被子里不想起床，直到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。苏念，起床。陆廷琛的声音低沉，带着清晨特有的沙哑。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，不起。门开了，他的脚步声很轻，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床垫微微下陷。下一秒，一个温热的吻落在我额头上。再不起，早餐就凉了。我眯开一只眼，看见他穿着深灰色家居服，头发微微凌乱，少了几分平时在商场的凌厉，多了几分居家气息。你做的早餐？我有些意外。他挑眉，不然呢？方雅还能来给你做。我坐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他伸手帮我理了理睡乱的头发，动作自然得像是做过千百遍。陆廷琛，你以前也给别的女人做过早餐吗？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。你是第1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我抿嘴笑了。洗漱完走出房间，餐厅里已经摆好了早餐，煎蛋、培根、牛角包，一杯热牛奶，还有一小碟蓝莓酱。卖相居然不错。我坐下，咬了一口牛角包，外皮酥脆，里面松软。你去哪买的？自己烤的。我差点噎住，你还会烤牛角包？他坐在对面，慢条斯理地切着煎蛋。留法2年，总得学点东西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这个男人像个谜团，越了解越发现深不见底。陆廷琛，你到底还会多少东西？他抬眼看我，嘴角勾了勾，慢慢发现吧，苏小姐，你有的是时间。吃完早餐，他突然从身后拿出一个信封，放在我面前。今天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，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，站在一片薰衣草田里。女人笑得温柔，眉眼间和我有7、8分相似。是我妈。我手一抖，鼻子泛酸。这是在哪里？法国普罗旺斯。陆廷琛说，你妈20年前在那里拍的照片，她旁边的薰衣草田是一个法国老朋友经营的庄园，现在那片薰衣草开得正好。我抬头看他，你要带我去法国？他点头，机票已经订好了，下午出发。我愣了2秒，然后扑进他怀里。陆廷琛，你这个人怎么老搞突然袭击？他搂住我，低低笑了，不喜欢，那我取消。你敢？他低头亲了我一下，不敢。飞机落地巴黎时已经是晚上，我们没在市区停留，直接转乘高铁去了普罗旺斯。到了庄园，天刚亮，薰衣草田在晨雾中铺展开去，紫色的花浪一直延伸到天边，
空气里是浓郁的花香，混着泥土的气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这就是妈妈照片里的地方。陆廷深站在我身后，没有打扰我。等我情绪平复了一些，他牵起我的手，沿着田埂慢慢走。你妈当年在普罗旺斯住过半年，她和你爸吵架后，一个人跑来这里散心。当时她住在这个庄园里，和庄园主的女儿成了好朋友。我转头看他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递给我，你妈留下的日记，我爸死后我整理遗物时发现的，里面记录了他在这里的生活，还有他和一个法国男人的故事。我一愣，法国男人？他点头，你妈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法国画家，他们相爱了，但你外公逼他回国，后来的事你应该能猜到。我攥紧日记本，心里翻涌着复杂情绪。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另一段爱情。陆廷深，你今天带我来，不只是为了看薰衣草吧？他停下脚步，看着我。苏念，你妈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，她说，如果念念有一天来到这里，请告诉她，妈妈很爱她，妈妈希望她能替我去看看那片薰衣草，然后在花田里许个愿。我泪崩了。他抱住我，声音很轻，我不想让你遗憾。我们在薰衣草田里待了很久。下午，庄园主玛丽女士接待了我们，她已经60多岁，但精神很好。见到我时，拉着我的手打量了半天。真像雅芝，她用法语说，你妈妈当年就住在你左手边那间房间，她最喜欢在傍晚坐在阳台上画画。我跟着她去了那间房。房间布置的简单温馨，窗外正对着一片薰衣草田，床头挂着一幅水彩画，画里是一个金发男人。这是我妈妈画的。玛丽点头，这是皮埃尔，他爱的那个男人。他后来回巴黎办画展，就再也没回来。你妈妈等了他3个月，最后被他父亲带回了中国。我站在画前看了很久，画里的男人眼神忧郁，轮廓柔和，和我爸的市侩精明完全不同。原来妈妈的心里一直住着另一个人。傍晚，我和陆廷深坐在庄园的露台上，喝着玛丽自酿的薰衣草蜂蜜水。陆廷深，你今天带我来，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？他笑了笑，你妈的日记，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，每次看到她在法国的这段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遇到她女儿，一定要带她来看看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谢谢你。他反手扣住我的手指，苏念，你妈写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，希望念念嫁给一个像皮埃尔一样浪漫的男人。我脸一红，我还没说要嫁给你。他凑近我，呼吸喷在我耳廓，订婚戒指都戴上了，还想反悔？我嗔怪地瞪了他一眼。他低笑，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看看。我接过来，轻轻打开，里面是一条项链，坠子是一颗小小的紫色宝石，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。这是薰衣草水晶，我让人在巴黎定做的，里面刻了你的名字。我仔细看，坠子内侧果然刻着苏尼安2个单词。陆廷深，你怎么总是能让我感动？他温柔地帮我戴上项链，手指在我锁骨上轻轻停了一下。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从今以后，你的生命里不只有眼泪和苦楚，还有我。那晚，我们在薰衣草田边看星星。我靠在他肩上，忽然问，陆廷深，
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？他沉默了一会儿。有。我直起身子。什么？他看着远处的夜空，眼神变得有些悠远。苏念，其实那晚在御宴会所，就算你没有站出来，我也不会让合作黄掉。我准备的翻译方案，在第二天早上就会送到 M 集团。我愣住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设局？他转头看我，因为我想看你，我想亲眼看看，这个被世界辜负了这么多次的女孩，会不会在关键时刻还愿意为别人出头？我眼眶发热。如果我没有站出来呢？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那也没关系，我会换个方式重新认识你，苏念，你信不信？不管你躲到哪里，我都能找到你。我哽咽着说不出话。他把我搂进怀里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。所以别再想逃离我了。我哭着笑了。陆庭深，你太霸道了。他轻笑，彼此。回国的前一天，陆庭深带我去看了妈妈当年住过的那间公寓。公寓还在，现在已经改成了一家小画廊。画廊主人听说我们的来意，从仓库里翻出了一个尘封的画框。这是当年住在这里的那位中国女士留下的，一直没人来取。我接过画框，用袖子擦去灰尘。画里是一片薰衣草田，中间站着一个小女孩，手里举着一束野花，笑得灿烂。小女孩是我。画背面写着一行中文：念念，妈妈最珍贵的宝贝，愿你的未来有花香，有阳光，有爱人。我抱着画蹲在地上哭了很久。陆庭深没有打扰我，他只是蹲下来轻轻拍着我的背。过了很久，我抬起头吸了吸鼻子。陆庭深，妈妈希望我有爱人，现在我有了，虽然这个人又霸道又心机，但我还是很喜欢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苏念，虽然你又倔又难搞，但我也很爱你。我们在普罗旺斯的夕阳里拥抱亲吻。远处，薰衣草在风中摇曳，像一片紫色的海。妈妈，我替你看了那片花田，我也许了一个愿。我希望我和陆庭深能一直这样走到白发苍苍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幸福，就像你希望的那样。